转眼间2023年就要结束了，在这一年里发售了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游戏。这期视频我就来盘点和分享一下我在今年购买并体验过的游戏吧。除了今年发售的游戏，今年购买的一些往年的老游戏也包括在内。然后计算一下今年我在游戏上的消费情况，并说说我购入游戏的原因以及体验之后的游戏感受。只要是给我带来过乐趣的玩法体验，让我觉得值得说到的游戏，都会在这里提及。排名不分先后，看看2023年什么游戏不得不说。如果在这些游戏中也有你喜欢的游戏，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游戏感受和看法。如果是小伙伴们还没有体验过的游戏，或许可以为你选择游戏做个参考。而如果是我没有提及但你很喜欢的游戏，也欢迎给我种草。首先是霍格沃茨之遗，今年2月份发售，原价384元购买。作为一代人的童年回忆，罗琳在哈利波特系列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极具想象力的魔法世界，所以当霍格沃茨之遗发售时，作为 IP 粉丝真的是狠狠地期待了一把，期待着收到霍格沃兹魔法学校的入学通知书，进入到这个神奇的世界里。整个霍格沃兹的校园部分是一个大型的箱庭解谜场景，前期探索校园的过程，对我这个喜爱解谜类游戏的阿婆来说是相当有乐趣的。前期丰富的探索体验和魔法世界观带来的新鲜感是游戏的亮点之一。就游戏的内容而言，即时战斗的玩法、工作室建造系统以及宠物救助与饲养等要素都可缺可点，大大提升了开放世界的可玩性，扩充了游戏的丰富程度与沉浸感，也让前期简单重复的任务有条件赋予更多的变化。但遗憾的是，随着主线任务的推进，游戏后期呈现出了内容匮乏和不足的问题，没有故事线支撑的强盗营地，以及缺乏引导设计显得大而空旷的地图，无法与游戏前期带给玩家的体验丰富程度相提并论。世界的可探索性大大下降，尽管还有一大片地区可供探索，但在可玩性上已经无法再为玩家持续提供充足的探索动力了。而作为扩充背包为奖励的梅林谜题，也因为后期缺乏购买要素而失去了其功能性。如果后期的商店与收集系统能在探索世界上有更好的扩展和延伸，或者有支线剧情作为推动力，那么梅林谜题的生命力也会更加的持久和充沛。除了无法充分利用丰富的魔法世界背景来充实后期的探索体验是游戏的一大遗憾之外，游戏的角色美术与动作表现也是十分令人诟病的一点。另外在剧情内容上，比如塞巴斯蒂安故事线的结尾部分也不太尽如人意，不管是叔叔不合理的攻击行为，还是塞巴斯蒂安为自己激情谋杀而拼命找借口的行为，表现出的价值观都实在无法令人苟同，让人大跌眼镜，导致我最后连阿瓦达都没有学，就直接将他送进了阿兹卡班，令人唏嘘。好在游戏主线最后的战斗设计还是十分精彩的，演出部分也相对华丽，所以我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属于好坏参半。前期体验不错，解谜探索与战斗部分都有十足的乐趣，但后期内容空虚单调，剧情逻辑草率生硬，角色个性塑造单薄。而在角色的美术设计上，许多角色的面部特征与故事背景之间的不协调，难以让玩家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就我个人的审美倾向而言，霍格沃兹之遗的角色美术设计是与玩家的普世审美预期基本脱节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破坏了游戏的代入感和沉浸感。学园构想家2023年7月发售，我是在它上线促销时购买的，原价58，九折优惠售价52.2块。我虽然不是模拟经营类游戏的目标玩家，但今年7月份发售的这款学园构想家，以它清新可爱的 low poly 美术风格，以及十分富有路人缘的视觉呈现，给了我眼前一亮的感觉。在看了几个宣传预告片之后，就果断入手了。在游戏中，玩家将扮演自己母校聘请的新晋校长，培养老师，招募学生，开展趣味课程，将自己的母校做强做大，打造成一所理想的校园。玩家扮演的主角外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设置，猎人自由度还不错。
游戏的玩法及模拟经营与场景搭建为一体，简直不要太杀时间。一开始游戏一整天就没有了。不过游戏也存在一些小问题有待优化，比如一些莫名的移动 bug。移动设施时，鼠标偶尔会突然漂移到游戏界面之外。查看学生背包时，没有向下翻找的快捷键，只能一个一个的点。学生人数多起来之后，手指都点麻了。以及游戏中的时间计算方式，游玩过程中无法判断明确的计算标准。研发课程与设施的时间计算方式和学习养成的时间计算方式实际上是两套标准，导致一周目时明明看着面板上写着1天就能研发完成，结果学校的1周都过去了也没能研发完，实在令人有些费解。但除去这些细节上的缺陷，玩法和内容是相当丰富且有趣的。在学校的建设过程中，因为我把办公室的位置和甜品店安排得较近，结果导致自己的体型从正常变成了肥胖，也太真实了吧。赛博朋克2077 DLC 往日之影，预售时149元购入。赛博朋克2077在调整了2年之后，终于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在游戏玩法与故事内容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和升级。特别是在往日之影 DLC 推出之后， CDPR 的口碑也迎来了正面的反转。我也在通关了 DLC 之后做了一期玩后感视频，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观看。现在我的游戏进度已经是2周目全通关，并准备开始第3个周目的游玩了。不过除了游戏带给我的丰富体验之外，实际上我对2077在 2.01 之后的更新与维护还是略为不满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影响游戏剧情体验的 bug 仍然存在，甚至比 1.0 和 1.6 时更加严重。比如说尸体变得无法扫描，因此如果遇到人物关系比较复杂的情况，就无法明确判断死者与对话芯片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剧情对话经常被突然截断，或是产生对话冲突，程序总是无法正确判断对话是否结束的问题等等。希望官方还是能够重视在机制革新之后带来的各种问题，给予及时修复，更好地提升玩家的体验。多说一句，诗篇的 bug 居然还没有修复，刷了好几次都没有掉，武器墙上空了一把，真的好难受。但不管怎么说，2077在世界观构建与细节塑造的精彩程度上，都绝对称得上是经典之作。它为玩家带来了科幻世界中的崭新视野与深刻的故事体验，这也是为什么我将它视作心目中的神作之一。这种精心为玩家打造的虚拟未来世界，在还原未来社会面貌的真实感方面，是我很少能在其他游戏作品中看到的。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坐等后续篇章的到来吧。 CDPR 真的搞快点。不得不说，对2077游戏的热爱也让我出了好几期相关的解读视频。赛博人物志的最后一期也会在明年进行更新，不过也有可能出现游戏更新我更新的玄学加更现象。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关注一下我，以免错过接下来的更新哦。巫师3重置优化免费更新。今年7月份 CDPR 的经典之作巫师3进行了重置升级，不仅提升了画质效果，还增加了中文配音，为玩家带来了新鲜感和全新的体验。作为心目中的神作之一，这些新增要素自然是要游玩体验一番的。更加高清细腻的画质以及本地化的语音支持，为巫师3注入了新的活力。当我再次启动这款经典游戏的时候，许多旧时的游戏记忆涌上心头，那些熟悉的音乐与画面会让我感觉十分怀念。回顾老游戏时，感觉有种时光倒流般的反差体验，给我带来一丝丝感慨的同时，也激起了再次经历这段游戏旅程的兴致。伊苏10北京历险，我购买的是港中 PS5 版，售价419元。这应该是我今年购入的最贵的一款游戏了。各位伊苏粉觉得时代的定价是否合适呢？ Volcom 的那些经典老游戏总是经久不衰，让我常常想起第一次接触到空之轨迹、伊苏起源、伊苏6等作品时诸多美好的童年回忆。尤其是在今年玩过伊苏8之后，由于它优秀的剧情表现，再次唤醒了我对伊苏系列的热爱。
于是，在 Folcom 今年9月底发售了伊苏10之后，我还是忍不住为这份情怀买了单。老实说，个人主观上并不太喜欢伊苏10的美术表现，但出于对系列 IP 的喜爱，仍然选择支持购买了这次的新作，希望它在剧情和玩法上能有精彩的表现。不过我的游戏进度目前还未通关，等将来通关之后，我会再尝试做一期详细的赏析和游玩感受的视频。除了伊苏10，在今年发售的游戏当中，《卧龙苍天陨落》、《博德之门3》以及《塞尔达传说：荒野之息》的续作《王国之泪》，这些精品级的游戏大作都展现出了高标准的制作水平，为玩家打造了一个精彩可期的游戏世界。不过也都因为各种原因，主要还是因为时间不够用，只有一定程度的体验，没能完全通关。由人王系列开发团队倾情打造的暗黑三国题材动作冒险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售价298元。不得不吐槽一句，就游戏的体量而言，日常的游戏是真的有点贵呢。我之所以购入这款游戏，一方面是去年的《阿尔登法环》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游戏体验，因此对这类型的动作冒险游戏开始感兴趣；一方面是苦于中式古风以及武侠题材的单机游戏，无论是从美术表现上，还是内容的完成度上，许多年来都没有太大的突破，在游戏体验上也总是不太如人意。所以当看到这款以三国题材为背景的演示预告片时，就有点跃跃欲试了。角色扮演游戏《博德之门3》也是298元购入。作为注重沉浸式体验与个性化故事构建的角色扮演类游戏作品，它提供了自由且丰富的故事分支和反馈机制，因此能让每一个玩家都能玩出属于自己的体验与结局，是喜爱深度参与游戏剧情的玩家不容错过的一款精品游戏。只不过因为我从未玩过跑团类的游戏作品，所以在前期捏人和职业选择的部分就花了2个多小时研究，感觉入手门槛有些高，但一旦搞懂了玩法，就非常容易沉浸到这个奇幻的世界中了。塞尔达传说：王国之泪，我是使用认亏券购入的，折算过来大概是280元左右。神作固然是神作，但在这里我还是想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说说它存在的问题。虽然游戏在玩法设计上十分新颖且有趣，但拼装操作实在是太过繁琐。当你花了不少力气和时间，好不容易造好一辆小车，却因为不小心摔下悬崖或是什么其他的原因，而需要重新载入游戏后，发现小车被重置了，心态属实会有些崩溃。但是游戏感受因人而异，比如当我想出神庙的破解方法，通过拼装快速解决神庙的谜题时，就能获得巨大的成就感。虽然王国之类的游戏体验相比旷野之息，在游戏的整体推进和流畅度上略显不足，新玩法也时常会令人丧失游戏的动力，但它独特的游戏气质还是值得一玩的。除了这些知名度较高的游戏，下促时还购入了今年发售的《末影匣踪》，售价36元；21年发售的《奇怪的园艺》，34.8块。这是一款十分有创意的解谜游戏，就不展开说明了。2021年发售的《深埋之心》，原价116，是今年 Steam 半价折扣时购入的，实付58元。这是一款以韩国选秀节目为背景的游戏作品，我们将扮演参与节目的嘉宾之一韩浩宇，在选秀直播的过程中遇上了场馆坍塌事故，这场突发事故牵引出了后续的一系列案件。作为玩家，我们需要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寻找线索，并揭开故事背后的真相。深埋之心是在视觉小说的基础上增加了谈话与推理的玩法，存在多结局分支，我们需要通过谈话获得同伴的信任，所以也可以将这部作品称作是高情商模拟器。个人推荐使用韩语配音进行游戏，代入感十足。只不过游戏在系统功能上并不算特别完善，新存档不能自动置顶，导致存档与读档的操作十分繁琐，推理部分不让读档也不太友好。
但这部作品在完成度、剧情和美术上还是相当优秀的。最后则是我在秋季促销时购买的装机模拟器，促销售价36.4块。因为我总是在购买组装电脑的时候被坑，在现实中装机体验实在是不太愉快。是否能遇到认真严谨的安装师傅，太凭运气了。所以为了学会装机，就决定先用装机模拟器熟悉一下电脑配件的连接方式与安装步骤，别说还是有些帮助的。总结，今年在单机游戏上的总开销大概是2000元左右。通常来说，我都会给自己设定一个游戏花销的上限预算，所以手上可支配的金额是有限的，并不会对每一个新发售的大作都进行购买，因此就需要在购入游戏时进行选择。对我个人而言，考虑的最多的，除了基本的游戏质量、游戏内容以及有无中文汉化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它是否符合自身的兴趣与爱好。虽然游戏售价也会在考虑范围之内，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不过如果确实买到了性价比过低的游戏，还是会有些心塞的，也会影响到下次是否再次购入这家游戏公司的作品。不知道大家每年的游戏预算都是多少呢？又是因为什么而购入一款游戏的呢？在今年玩到的所有游戏中，有画面质量精良的大作，也有成本体量相对较低的休闲娱乐之作。虽然我在赛博朋克2077上投入了最多的心力，做了好几期解读视频，但其他游戏同样也给我留下了十分难忘的体验，所以实在没有办法选出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多姿多彩的游戏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作为热爱游戏的玩家，期待明年也有更多的新作发售。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请点赞投币支持一下吧，这将是对我创作视频的最大鼓励。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观看，下期再见啦！